那很多人问我们说，那第一代跟第二代到底要怎么选呢？那第一代呢，它其实效果已经算是不错了。第二代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少，而且它稳定性比较好，而且又会有瞬间美白的效果，而且因为它半胱胺的浓度比较高，又有比较多的成分共同来作用，所以会比较有长期的一个美白效果，所以其实是优先的选择。只是说呢，它大家好，我是皮肤科林正贤医师。我们每个礼拜呢都会推出有关皮肤疾病还有医学美容的相关讯息。那最近呢，我刚好受邀在第二代的 Cispera 上市发表会上呢，分享我们诊所的使用经验。那也和现场的其他医师讨论如何把这个 Cispera 应用在色素斑的治疗，让效果更好。那我们之前谈过新一代的美白保养品希斯佩勒，它主要成分呢就是半胱胺。那这个半胱胺呢是目前在国际的期刊论文中呢治疗黑斑3大有效成分中的其中一种。如果你还没有听过，赶快复习一下我们之前的影片。我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哈。我们皮肤黑色素的生成分成了2种，一个是真黑色素，它比较黑。一个是假黑色素，它比较淡。那我们皮肤的肤色呢，就只有真黑色素跟假黑色素用不同的比例去组合混合出来的。如果你真黑色素比较多，假黑色素比较少，那你肤色就会比较黑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你的真黑色素比较少，颜色比较淡的假黑色素比较多，那你整体的肤色就会比较淡。那传统的美白成分有一大群都是在抑制黑色素的生成，像是对苯二酚啊、杜鹃花酸啊，或者是熊果素等等，都是在抑制黑色素生成最关键的酵素酪氨酸酶，让真黑色素的生成来减少。那 Cispera 的主要成分半胱胺呢，它除了有同样的功效以外呢，它还可以引导黑色素的生成往颜色比较淡的假黑色素去走。那我们刚刚有说过，你假黑色素多，真黑色素少，那整体的颜色看起来就会比较淡。所以半胱胺它是有双重功效的，这也是为什么说它淡化色素的效果会这么好的原因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，像这个干斑就是用希斯佩勒治疗之后的效果，你可以看到治疗前、治疗后改善很多。那这个 case 也是一样它干斑在用希斯佩勒治疗前跟治疗后进步非常多。那这个也是一样它除了用希斯佩勒以外，还搭配矽谷电波的治疗，干斑进步不少，颜色淡化很多，妆就比较容易盖得住。这个也是一样是矽谷电波的治疗加上希斯佩勒一起使用，颜色很明显淡化。不过希斯佩勒它虽然效果很好，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，有一些客人他觉得有一个臭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半胱胺它虽然在1966年，也就是大概在56年前呢，就被发现有很厉害的褪黑色素的效果，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做成保养品来贩卖呢？那主要的原因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味道的问题。虽然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啦，但是其实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，特别是女生所以如果保养品有这个半胱这个成分，那这么臭的话一定是卖不出去的。那一直到最近10年瑞士的厂商他才发明新的技术，可以减少味道，这样做成保养品贩卖才有人会买。但是即使这样子有些人还是对那个味道不太能忍受。那半胱胺的第2个问题就是稳定性的问题。半胱胺其实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成分它很容易在环境中变质，特别是受到酸碱度的影响很大。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在酸性的环境，但是太过酸性的环境有的时候呢又会造成我们皮肤的刺激性，所以这2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去解决的那针对这些消费者的问题呢，瑞士原厂它最近终于开发出了第2代的希斯佩勒来解决大家的困扰。那么第2代的希斯佩勒跟第1代的希斯佩勒来比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首先第一个是成分的不一样。第1代的希斯佩勒它的半胱胺的浓度是 5%， 那里面还有维他命 B3 还有维他命 C 的衍生物等等。很多人以为Cispera 它只有一个半胱胺的成分，那其实呢它还有另外2个美白的成分，就是维他命 B3 跟维他命 C 这2个成分都可以辅助淡化黑色素。那第2代的 Cispera 就不一样了它的半胱胺的浓度从 5% 提高到 7%， 同时呢针对维他命 B3 这个成分，它换了一个它的双胞胎兄弟，也就是 isobaric amide， 我们简称 IBA 这个成分。那同样呢它也有维他命 C 的衍生物。那最特别的呢就是这个 IBA 这个成分，它的美白效果比它的兄弟维他命 B3 还强。那除了这3个成分以外呢，它另外还多了 A 醇跟果酸的成分。那么第2代的 Cispera 为什么要这样的设计呢？我觉得大概有几个理由那第一个呢就是浓度比较高。我们刚刚提到说半胱胺的浓度
第二代的是 7%， 第一代的呢只有 5%， 它浓度提高之后呢，它当然美白的效果会比较好。那第二个理由呢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第一代的 Cispera 它只停留在脸上15分钟就要洗掉，结果连带它其他2个成分，像维他命 B3 还有维他命 C 也都跟着被洗掉，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齁，因为它们的效果其实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呢，它第二代的 Cispera 就把它设计成3剂。那第一剂呢，就是所谓的强效剂，也就是里面有半胱胺。我们前面有讲过说啊，半胱胺的一个困难点就是它的不稳定性。加入果酸这个成分呢，让我们这个整个剂型处在酸性的环境，对半胱胺来讲有稳定的效果。那另外呢，果酸它本身也有代谢角质的效果，可以帮助半胱胺的吸收，因此提高半胱胺的效果，也可以减少味道。这些成分加在一起，也有瞬间亮白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手部的实验在擦了加强剂之后的15分钟，你可以看到有瞬间亮白的效果。这只手比那只手还要白。那涂完第一剂15分钟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用第二剂的中和剂来把它洗掉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会涂上第3剂，也是所谓的辅白剂。那这个时候呢 ，IBA 这个成分再度出现，而且这时候又另外加入了维他命 C 的衍生物。那这2个呢，它们都有美白的效果，而且因为它一直停留在脸上，一直到隔天早上才会洗掉，所以它的效果可以持续发挥一整个晚上，不会像第一剂一样15分钟就要洗掉。那当然呢，这个第3剂的辅白剂呢，它也可以白天使用而且另外这第3剂还有加入 A 醇。它有抗老化的效果，可以让你皮肤变得比较年轻，还可以加强肝斑黑色素的代谢。像我们看国外的临床实验，你可以看到这种痘痘之后产生的痘疤，它颜色非常的深但是在使用了这个第二代的Cispera之后呢，它痘疤淡得非常快速。其实这种淡化的速度啊，有时候连雷射都不一定能淡化这么快，而且不只是黑色痘疤淡化它连整个脸色暗沉的问题也都有改善。那我简单帮大家再复习一下怎么去使用这3剂的Cispera。首先第一个步骤呢，你在回家洗脸之前，把第一剂压一下，而且整个压到底，再涂上整张脸。那停留15分钟之后呢，再用第二剂去中和，也就是一般的我们的洗脸程序。接着再把第3剂薄薄的涂一层在脸上，然后去睡觉，一直到隔天早上再把它洗掉。那很多人问我们说，那第一代跟第二代到底要怎么选呢？首先呢，第二代因为它的味道比较少，而且它的稳定性比较好，而且又会有瞬间美白的效果，而且因为它半胱胺的浓度比较高，又有比较多的成分共同来作用，所以会比较有长期的一个美白效果，所以其实是优先的选择，只是说呢，它价格会比较高一些。那第一代呢，它其实效果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比较有限，其实可以选择第一代，也会有不错的效果。所以总结来说呢，第二代的Cispera它在配方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，让整个美白的效果再更加的提升。对于肝斑啊，或者是说受伤留下的黑色疤痕啊，或者是痘痘留下的黑色痘疤，都会有很好的治疗效果。这就是我对于第一代跟第二代Cispera的分析。如果你在使用Cispera上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我们下次见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那第二个半胱胺的，欢喜。